大家好，外形酷似飞艇的浮空风电系统完成了向天要电关键试验。2025年9月19日至21日，目前世界最大的浮空风电装置 S1500 型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中国新疆哈密某基地顺利完成了一系列预定试验，标志着全球首台兆瓦级商用空中风力发电系统首次试飞成功。9月19日至21日，全球首台兆瓦级浮空风电系统 S1500在新疆哈密成功完成戈壁工况试飞，标志着我国高空风能商业化应用上取得关键突破。该装置长60米、宽40米、高40米，外形似飞艇，设计功率1兆瓦，采用主气囊与环翼构成的独特涵道布局，搭载12套100千瓦发电机组，利用高空稳定强风驱动发电，并通过细流缆将电能稳定传输至地面。相比传统风机，无需建设大吨位塔筒，可节省材料40%，度电成本下降30%，并具备快速转场能力，并于2024年10月及2025年1月分别完成500米、1000米高度的成功试飞，为本次兆瓦级系统应用奠定坚实基础。按计划，该系统后续将在国内多地开展多场景验证，预计于2026年实现批量交付，旨在为全球能源转型贡献中国方案。对此，德国焦点新闻今天进行了报道。气囊飞艇，中国利用这种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1500米高空捕获沙漠风能。咱们看配图 ，S1500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外形类似飞艇，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空中风力发电设备。图片由清华大学提供。一个飞艇状的装置悬浮在1.5公里高空，捕捉风能，并将电力输送至地面。科幻场景？不，已成为现实。中国已成功测试全球最大、性能最强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新疆戈壁滩，全球首套兆瓦级商用高空风能发电系统完成试验。该系统成功完成了组装、压力测试及强风运行等环节。北京01云春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CEO 兼总设计师顿天瑞向中国网表示，我们期待让高空风能成为普惠型绿色供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S1500究竟长什么样？这是个拥有高科技内核的飞艇。S1500长60米，宽40米，高40米，形似未来主义的空中飞船，其规模约等于一个篮球场，高度堪比13层建筑。它的核心部件是由氦气填充的主气囊，连接着环形机翼，这种机翼构成巨型风道，能捕捉强劲的高空风，类似于安全气囊般稳定悬浮在空中，同时精准利用风能。该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可攀升至1.5公里高空，该区域的风力持续且强劲。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所研究员龚自奇英仪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风速提升1倍时，捕获能量将增长8倍，达到3倍风速时，能量输出更是激增至27倍。内部构造如何？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的技术核心 S1500内部装有12台100千瓦风力涡轮机，总发电功率达 1.2 兆瓦。这些发电机集成在环形风道内，通过利用高空风能的转子驱动产生的电能，通过数公里长的气流缆绳输送至地面。该设备由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研发，采用尖端浮空气技术与超轻材料。虽然发电功率远低于性能强约10倍的海上风机，但 S1500具备显著优势。该系统省去了传统风力发电机的沉重塔筒。S1500为灾区供电带来革新。传统风机需要造价高昂的巨型钢结构与地基，而 S1500可节省约40%材料，每度电成本降低30%。技术负责人翁汉科解释，这也是英仪。整套系统可在数小时内完成部署或拆卸，这一特性使其完美适用于沙漠、岛屿、
矿区，甚至灾后救援场景。在地震或洪水后，该浮空风力发电系统为照明设备、通讯系统及生命维持装置供电。配图说明，该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的核心是一个氦气气囊 ，S1500 内部装有12组100千瓦风力发电机组。S1500能否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S1500的未来前景可观。在沙漠测试成功后，北京01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计划在中国不同区域进行进一步验证该技术，以适配多样环境。目标是在2026年前实现量产，并将首批机组接入电网。但挑战依然存在。智库 RAP 的风能专家 Brian Claes 认为，该技术对非洲、撒哈拉地区或澳大利亚等偏远区域具有潜力，但对中欧等人口稠密地区适用性较低，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数公里长的激流缆绳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且存在蓄意破坏风险。Claes 向比利时 VRT 广播公司表示，中国或许拥有更广阔的空间来部署超长缆绳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但他同时指出，从中欧地缘政治现状考虑，担心缆绳可能遭受无人机等工具的破坏。德国知识点评，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欧洲人被自己反噬了。如果北约不那么咄咄逼人，到处发动战争，或者没搞北约东扩，就不会有今天的难民危机，也不会有今天的俄乌战争。大家都可以和平生活，也就不用担心遭受无人机等工具的破坏了。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看了报道，接着我们看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既然高空风力强劲，完全可以用飞机机翼将发电机悬停在空中，这就好比风筝悬在空中，同时还能进行发电。这种方式成本会显著降低。当然，如果风力过弱，设备就会下降。但既然风力不足时，本就无法发电，我们只需拿出些许勇气，德国人可以完全轻松实现。咱们看跟贴，或许这正是您的专利未能落地原因。若飞机机翼方案更经济高效，中国人早该采用了。浮空器的优势在于无需持续预留四面八方的起降空域，而搭载发电机长继流绳与输电电缆的机翼本身重量就达数吨，这些质量纯粹靠风力维持飞行。这位网民继续说，我其实拥有过这项专利，也向时任经济部长哈贝克提出过建议，但没有看到他表现出任何兴趣。再往下，中国人不空谈问题，而是付诸行动，对这个国家取得的成就深表敬佩。这个人跟贴说，这就是想要做和真正做之间的区别。在德国，但是讨论就得花上2年左右，即使最终通过，还得向欧盟申请批准，等到批复大概又要2-3年，到那时早就错过时机了。另一个人跟贴，又是德国人经常挂嘴边的，是啊，中国用的还是德国的援助资金呢。下一则，真是难以置信，他们居然把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可没有前经济部长哈贝克这样的官员，单凭这一点，他们就占尽了优势。咱们看跟贴，这并不令人惊讶，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甚至可能是所有领域都展现出创新能力，这是数十年见往之来的前瞻性政策孕育的成果。德国或欧洲则难以做出如此论断。再往下，倘若这样的庞然大物失控脱落，航空领域必将面临严峻挑战。这种风力飞艇采用多气囊结构，而氦气不可燃，想要击落它恐怕并非易事。好，看跟贴，若某天月球脱离轨道砸落头顶，我们同样无法将其击落。世间总存在各种倘若与风险，生活本就如此，这究竟是项创新啊！在中国，高铁已实现600公里时速，总有人要说，可是如果等等等等。再往下，
而特朗普正让美国回归煤炭时代，德国选择党也想退回70年代，这其中的谬误不言自明。下一则，令人惊叹，同时又可怕的是，中国竟在众多科技领域树立起行业标杆。继续往下，敢为天下先，中国在实干之际，我们却空谈不休，所有事情都因建筑法规和数据保护条例而失败。再往下，我曾以为德国才是可再生能源的世界冠军，我们的领先优势会催生新的经济奇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所有决策都正确无误，而欧洲正在走下坡路。好，看跟贴。这套系统既不经济，也不符合技术逻辑，本质上就是个纯粹的试验气球，名副其实。然后这位网友反驳道：的确，中国在勇于尝试，而我们德国如此强大，却连您这样的顾虑者这一关都过不去。再往下，这在德国根本行不通，且不论空间限制和航班密度，首先就会有抗议团体跳出来，他们不愿在联排别墅视野范围内出现这种发电系统，破坏本就平静的景观，或者恰好有某种田鼠在猫故区濒危。下一则，要通过 1.5 公里距离传输 1.2 兆瓦电力，确实需要非常粗壮的电缆，其重量可能达到数十吨。我怀疑这种结构能否承载如此重量，这看起来更像是个股市骗局，先快速圈走投资资金，然后上演一场有预谋的破产。看跟贴，电缆重量取决于输电电压，电压足够高时，电缆重量便能显著减轻。再往下，德国说我们推出了可当移动蓄能设备的电动汽车，中国说哇，真不错，这方面我们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这些我们以前也搞过。下一则，这要在我们这儿准会败给激进的反对派，他们总拿鸟类保护说事。和我们的核电厂不同，这些装置根本不可能完好无损地逃脱。请注意看涡轮机的视角。继续往下，我倒想见识见识那些将电力传输到地面的导线，注意不是电缆，因为所述发动功率所需的电缆在如此高度下本身就会具有相当重量。看跟贴，这需要了解实际工作电压，如果电压足够高，电缆横截面积确实可以减小。再往下，能为灾区供电，同时也能被轻易击落，真是太棒了。德国之士点评，在某些德国人脑子里，似乎灾区就等于战区，他们脑子里装不下别的，难道灾区就不能够等于自然灾害的灾区吗？灾区就一定等于战区吗？好，继续往下。中国就是这样，当我们还在为技术开放争论不休时，中国人早已运用现有技术创造未来。等到某天我们再度惊觉被中国甩在身后时，该改变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而非其他。再往下，早在10年前我就说过，任何低估中国的人都已经输了。如今这句话正在被日常认证。好，看跟贴吧。就像40年前的日本，最初他们复制一切，如今日本人在质量和专业技术上已超越了我们。这位网友继续跟贴，德国人在战后也做过同样的事。顺便说句，德国制造这个标签正是由此而来，它最初其实是德国产品的警示标识。下一则，未来在于中国和美国。继续往下，德国职业质疑者们正在搜罗种种本国不可行的论据，而中国已将理念转化为现实。这正是我们国家的沉沦之源，早已失去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再往下，
可我记得氦气储量本身是有限且不可再生的呀。这个人跟贴哦。或许中国正在通过铀、土等元素的放射性衰变来人工制造氦气。下一则，没错，就该大胆尝试。若10条创意中有1条能成功，便是巨大突破。可惜啊，在德国已经失去这种探索精神。无论人们对埃隆·马斯克作何评价，他的做法确实正确，无视所有唱衰之声，勇于实践。他在特斯拉和 SpaceX 的前瞻构想，为后续发展铺平了道路。下一则，哎呀，快看！中国和这套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难道就不遵循同样的涡轮功率物理定律吗？可我们哪儿有沙漠啊？到处都人烟稠密，人满为患。再往下，这听起来像愚人节消息。为什么风力发电机需要稳固地基和钢塔？因为风荷载极其巨大，这是物理法则，在中国也该适用。若想从风中获取兆瓦级电力，支撑结构必然承受兆瓦级拉力。期待后续发展。本会是项玄酷技术，可只要审视其背后的物理原则，就难以让人信服。看跟贴。数年前，我也曾读过德国研究人员提出的类似方案。当然，支撑结构必须能承受这些负荷，但我认为这可以实现。我更担忧的是所使用的氦气，毕竟氦是非常有限的资源，而且没有核聚变反应堆的话，是无法人工制造氦气的。下一则，中国制造的新能源，就在几年前。谁能想到中国如今已为大部分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平价太阳能设备，使他们能够逐步摆脱燃煤发电。继续往下，在这里，保守派仍在诋毁可再生能源，中国持续扩建早已超越我们。保守派仍在空谈德国伟大的工程技术，可正是他们一直在束缚工程师们的手脚。再往下。听起来很有意思，那么遭遇雷击时会怎样？好，看最后一条评论：1200台这样的设备，加上一个超大型燃气电站，就能替代一座核电站。好的，各位朋友，德国焦点新闻的报道及网民评论就到这里。这是少有网民们意见如此统一的。德国人自己也承认，德国人太保守了，已经失去了探索精神。而中国人敢想敢干，并在越来越多领域超越了德国。